月薪3000欧，搏命冲锋。俄乌战场最强战力竟是这支雇佣军团，装备堪比特种部队。乌军袭击东欧最大天然气厂，莫斯科空袭再起。乌军重创罗斯托夫空军基地，突发10起剧烈爆炸。乌军无人战车前线立功，机器人首次逼俄军投降。S-300系统被精准摧毁。德国宣布再援乌克兰5套爱国者系统，首批即将交付。乌克兰现任议员被指为俄间谍，新任陆军司令正式上任。俄乌冲突进入第1245天，双方攻防焦灼，战况严峻。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在俄乌战争这场持续燃烧的现代战争中，除了乌俄两国正规军之间的你来我往，其实还有一支隐形军团正在暗中较劲，那就是雇佣兵。但如今没有人愿意直接叫雇佣兵，听起来太冷血太功利。为了更体面一点，俄乌双方统一口径，这些人叫国际志愿者或者国际战士。那么在这场全球高手云集的战争擂台上，哪一支雇佣军战斗力最强呢？目前乌军登记在册的国际志愿者竟然来自104个国家，光从这个数字就知道，乌克兰已经变成了世界级军事练兵场。如果从兵员素质、装备水平、实战经验3项综合评分，如果亚塞拜然那支10000人雇佣兵全部抵达战场，他们无疑将成为战斗力最强的那支。如今已进入俄乌前线的亚塞拜然图兰雇佣兵团，对外号称国际穆斯林志愿军团，总兵力约1500人，是从亚塞拜然、土耳其、叙利亚与伊朗等国家招募的退役特种兵组成，曾在纳卡战争中打出过赫赫战绩，个个精通无人机战术与电子战，在俄乌前线火力凶猛。乌军里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其实是由各国雇佣兵组成的国际志愿兵团，里面不仅有来自各国的志愿者，更有世界5大顶级雇佣兵公司的参与。其中排名世界第1的瑞典北极狐雇佣兵公司，目前在乌克兰前线活动的有34人。排名世界第2的美国黑水公司，如今改名黑水学院，雇佣兵约80人左右，全是反恐渗透等领域的专家。很多国家的特种部队与特警培训都聘请他们做教官。这2支雇佣兵部队通常不参与前线攻防，主要负责提供技术支援。全球排名第3的哥萨克分队则为克里姆林宫效力。排名第4的 MP Bar 雇佣兵公司由美国退役将军维农·刘易斯创立，是全球唯一专门从事战术教学的雇佣兵公司，还负责培训美军。雇佣兵数量虽仅有2000人，但个个都是精通战术、经验丰富的顶级兵王。排名第5、第6的德国外籍兵团、法国外籍军团在前线作战极为勇猛，尤其法国军团歼敌数量惊人。这些世界顶级的雇佣兵公司在乌军中的数量并不多，人数最多的包括乔治亚营、波兰营、哥伦比亚营、亚塞拜然军团、罗马尼亚营、车臣杜达耶夫营、俄罗斯自由军团以及俄罗斯解放军。说到俄罗斯雇佣兵，瓦格纳绝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怕。鼎盛时期高达6万人，既有退役特种兵，也有大量从监狱征来的囚犯兵。统一的标准就是只招收会讲俄语的俄籍武装人员。但瓦格纳解体后，谁接过大旗了呢？答案是沙皇之狼。这支部队由俄罗斯前副总理罗戈金直接领导，号称比瓦格纳更忠诚，直接受普京指挥，不仅战力强悍，装备还比俄正规军更豪横。
T-90M 主战坦克、火箭炮、攻击无人机、防空系统、电子战模块应有尽有，就连俄国防军在他们面前都成了工具人。沙皇之狼目前正驻扎扎波罗热一线，但很遗憾，战果并不惊人，足以说明乌军的韧性，连这类最强佣兵都没占到便宜。此外，在俄罗斯境内还活跃着其他30支雇佣兵武装力量，其中包括哥萨克分队、幽灵旅、切克尼特军团等。至于从亚洲、非洲请来的杂牌军，比如斯里兰卡、尼泊尔、刚果、喀麦隆等国派出的战士，基本被编入炮灰部队，比如风暴 Z 部队、风暴 V 部队。任务明确，冲锋排雷，吸引火力，能不能活下来没人保证。别以为这些雇佣兵个个身价100万，其实多数人的收入并不算高。乌军前线雇佣兵每月3000欧元左右，后勤志愿兵500欧元，伤残或阵亡享受乌军士兵抚恤金或补助标准，特殊任务完成者另有奖金。对欧洲发达国家的人来说，这工资只是打工价，在伦敦端盘子、送外卖都有这个数，所以很多欧美佣兵更多是基于信念或政治立场来的。但对于像乔治亚、亚美尼亚这种经济不佳的国家来说，3000欧元算是高薪了，国仇家恨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参战意愿。乔治亚在乌军中雇佣兵的数量至少有1万人，战斗力很强。俄罗斯方面情况更复杂，亚非雇佣兵签下合约后，理论工资是每月2000到4000美元，但实际上往往连工资都未必拿得到。此外，俄军中贷款当兵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士兵甚至要自掏腰包购买装备，而雇佣兵的处境则更加艰难。若是被骗来的，防弹衣等都要自己买，简单培训后直接送上前线。想退出吗？不好意思，上了战场就是生死契约，不死不能退，哪怕合约期满，也可能被迫续签。这种临时拼凑、缺乏统一理想信念或共同价值观的队伍，注定在战场上伤亡惨重，代价惊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战略能源设施的远程打击再次升级。7月21日凌晨，东欧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基地，位于萨马拉州的新库比雪夫斯克石化公司遭到猛烈袭击，现场爆炸与火光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俄媒 Mesh 报道，乌克兰无人机当日凌晨突破俄方防空系统，直扑通往中东欧能源枢纽的萨马拉州上空。视频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工厂上空盘旋后迅速俯冲，直接撞击目标区域，瞬间腾起白烟。多位目击者称，听到了至少6次剧烈爆炸声。该石化厂为俄罗斯重要的天然气与炼油设施之一，此前就曾在今年3月遭到乌军空袭。当前具体损失尚在评估中，但显然这次打击进一步重创了俄罗斯的能源工业命脉。与此同时，莫斯科也继续遭受无人机密集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击落117架无人机，其中30架出现在莫斯科上空，而就在前一日，这一数字还高达172架。尽管官方强调防空系统高效拦截，但大量机场运行中断却暴露了战果背后的现实。据不完全统计，莫斯科4大机场谢列梅捷沃、弗鲁科沃、多莫捷多沃与茹科夫斯基均被迫实施临时停航管制，大量旅客滞留，航站楼内人潮拥堵，地面坐卧皆是等待安置的乘客。目前仅莫斯科及周边地区的人口就超过2150万，他们已显著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据数据显示，自2025年以来，俄境内机场已被迫关闭217次，半年内的次数已远超过去2年总和。从前线传出的视频显示，7月21日，一架被俄军击落的乌克兰无人机，其残骸坠落在居民区，引发大火，火势凶猛，现场浓烟滚滚。
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持续升级。时隔不到半月，乌军再次对罗斯托夫地区的重要空军基地发动猛烈空袭。乌军大规模空袭了罗斯托夫的军用机场。据开源情报技术报道，当地时间7月22日晚，位于罗斯托夫州的米勒罗沃空军基地遭到大规模打击。目击者称，事发当晚，机场上空传来密集的无人机轰鸣声，同时不排除乌军还发射了远程导弹参与打击。当地居民表示，袭击期间共听到至少10次爆炸声。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强烈的火光从机场方向升起，照亮了整个夜空。俄方尚未就此次袭击发布官方通报，相关损失情况仍在核实中。不过，这已是米勒罗沃基地自战争爆发以来多次成为乌军攻击目标。该机场常驻俄军苏25攻击机群。去年底，乌军曾出动15架无人机袭击此地，并波及附近的航空学院。与此同时，乌克兰此前对罗斯托夫地区另一重要目标卡梅诺里铁路枢纽的打击也有了进一步消息。乌军总参谋部已证实对该后勤车站发动精准打击，严重干扰了俄军在该地区的物资运输能力。空袭发生后，当地所有货运与客运列车被迫中断运行，被认为是近年来俄罗斯铁路运输系统遭受的最大打击之一。可以看出，乌克兰正在有计划、有重点地打击罗斯托夫州的关键交通节点，继空军基地之后，又连续袭击铁路枢纽，表明乌方正在对俄军的空中部署与后勤运输系统实施组合拳式的战略压迫。未来几周，乌军极可能继续针对俄罗斯境内的战略设施展开类似打击，目标可能涵盖军事基地、铁路网以及能源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的延伸效应也正在加速欧洲防御体系的部署。例如，波兰方面近期透露，正在加快采购先进的遥感设备。早在今年5月，波兰军方已与芬兰埃塞卫星公司达成协议，以近2亿欧元购买3颗合成口径雷达卫星，用于全天候侦测俄罗斯军队动向。波兰国防部公开表示，此举是为了提升战略预警能力，为北约提供更可靠的军事情报支持。当前，波兰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地带也正加紧修建防御工事。面对莫斯科日益增强的威胁，华沙的态度已愈发强硬。随着乌克兰战场技术不断升级，各类无人作战设备的实际应用愈发引人瞩目。近期，乌军在东部战线成功运用地面无人战车重创俄军部队，并实现机器人在战场上押送俘虏的历史性一幕。据 RBC 新闻网报道，在托列茨克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情报总局下属特种部队操控信使型无人战车，对来袭的俄军展开精准打击，造成数百名俄军伤亡。从前线传出的画面可见，无人战车携带炸药深入敌阵，并精准投放在俄军据点，引发剧烈爆炸。更具标志性的一次行动中，乌军第3突击旅操作员通过无人战车逼迫俄军士兵投降，成为有史以来首起人类向机器人投降的战例。而这一机器人随后还执行了押送俘虏任务，展现出无人系统在未来战争中的革命性潜力。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技术进步，未来战场的控制权将更多转向操作台后方，无人化作战正逐步从辅助走向主力。与此同时，乌军还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战略目标实施打击。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7月20日，乌克兰军队使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对俄罗斯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展开打击，目标直指俄军防空核心。袭击中，乌军导弹精准命中一套部署在该地区的 S-300 防空系统，引发剧烈爆炸。航拍画面显示，被击中的区域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战损痕迹清晰可见。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发布战报称，除 S-300 外，乌军还成功摧毁了2套关键雷达设备，
尼泊 M 远程预警雷达与5N66M 低空监测雷达。此举或为接下来对别尔哥罗德进一步攻势扫清障碍。此外，在查西夫亚尔方向，乌克兰空军与炮兵部队协同作战，也取得显著战果。一架苏27战机实施空袭，连续轰炸俄军阵地，现场爆炸声不断。随后，乌军炮兵摧毁了俄军的3门重型火炮，包括1门 2A36 吉特辛特 B 牵引式榴弹炮与2门 2A65 姆斯塔 S 自行榴弹炮，其中1门还引爆了弹药，引发剧烈的2次爆炸。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再次升级，而且这一次是真金白银落到了实处。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21日，在最新一轮拉姆施泰因防务会议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宣布，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是德国在原有承诺之外追加的新一轮援助，并将附带充足的防空导弹弹药。据透露，皮斯托利斯已在会议上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相关部署达成共识。未来几天，德美双方将签署协议，德国将率先从本国库存中调拨2组爱国者系统，紧急运往乌克兰，美国随后再予以弥补。这意味着柏林为帮助乌克兰抵御俄军导弹空袭，不惜短期内削弱自身防空能力，显示出对基辅的高度支持。除了爱国者系统外，德国还与英国签署了一项 1.7 亿欧元的新协议，用于联合向乌克兰提供关键导弹。英国国防部表示，这些武器将在未来数月陆续交付。仅过去2个月，伦敦已向乌克兰输送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弹药。同时，英国宣布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新一轮制裁，涵盖135艘涉嫌规避制裁运送能源的俄方油轮。据估算，自2024年以来，这些船只已非法运输了超过240亿美元的货物。考虑到英国在全球海运保险市场的主导地位，此举或将重创俄方能源出口渠道。拉姆施泰因会议期间，其他盟国也纷纷宣布新一轮对乌援助。荷兰承诺出资2亿欧元支持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并额外拨款 1.25 亿欧元用于 F-16 战机的维护。挪威宣布提供10亿欧元专项资金，用于采购各类无人机。瑞典表示将提供新一轮防空武器和火炮援助。加拿大继续对乌克兰国防工业注资，并拨款2000万加元用于坦克维护和保障。从多国表态来看，西方联盟正集体加码对乌支持，在防空、空军与弹药等关键领域展开新一轮援助攻势，显然是为乌克兰未来数月可能升级的反攻行动提供战略保障。乌克兰持续加大内部安全整治力度，近日展开新一轮反间谍行动。据图片报报道，乌克兰现任议员费迪尔·赫里斯滕科被指控为俄罗斯安全局高级间谍。现在，此人已被乌克兰安全局揭发并通缉。自俄乌冲突爆发后，费迪尔·赫里斯滕科选择迅速逃离。对此，莫斯科方面尚未做出公开回应。值得注意的是，近来乌克兰特工行动频繁，近期甚至曾对克里米亚境内俄军水源实施投毒。与此同时，基辅正式任命47岁的根纳季·沙波瓦洛夫为新任陆军司令。沙波瓦洛夫是首位毕业于美国顶级军事学府宾夕法尼亚州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乌克兰陆军总司令，学业成绩优异，拥有丰富的前线指挥经验。他曾领导乌克兰南方作战指挥部，该部队以成功摧毁俄军多套防空系统闻名。沙波瓦洛夫的上任被视为乌克兰军队现代化和作战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外界普遍关注它将为乌军带来的战略调整。与此同时，俄乌双方计划于本周3在土耳其再次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乌克兰代表团由前防长乌梅罗夫率队，俄方具体人员尚未披露。分析人士认为，近期欧美对乌军援力度的加大是促成谈判的关键因素，但整体谈判结果仍难乐观。预计双方可能仅就换俘达成有限协议，
短期全面停火或停战的可能性不大。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法国计划在乌境内设立武器制造厂，联合生产无人机。法国外长巴罗近日访问基辅，视察了相关军工企业，显示法乌防务合作正进一步深化。据防务快报报道，乌克兰还与丹麦合作开发人工智慧驱动的无人机拦截系统。基辅的 OutSystems 公司已与丹麦军工巨头 Terma Group 签署协议，该系统预计能有效追踪并摧毁多款俄军无人设备。2025年7月22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45天。7月21日，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袭击持续近8小时。俄罗斯方面共出动426架无人机，并发射包括5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24枚各类导弹。基辅市6个行政区受到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受损最重。当地一所幼儿园、一家超市及多个仓库和非住宅建筑遭受火灾，卢基亚诺夫斯卡地铁站的地上建筑部分也被导弹击中。当天，数百名市民在地铁站避难，导弹破坏了地铁站入口，造成站内烟雾弥漫。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市附近的火车站实施空袭。该火车站是连接乌克兰边境的重要货运枢纽，同时也是俄罗斯军事后勤的关键节点。此外，乌军无人机还对罗斯托夫地区的米勒罗沃军事机场发起攻击，具体战果仍在统计中。战场另一侧，乌克兰苏27战机对顿涅茨克、恰索夫亚尔地区的俄军阵地进行了精准空袭，重点打击了俄军人员、弹药和装备。第聂伯罗方向，乌克兰第3作战部署旅成功击退试图从红军村西南进入第聂伯罗边境线的俄军突击队，至今俄军尚未在该州获得立足点。扎波罗热前线第128山地突击旅士兵收复了卡缅西克村西部区域，该旅曾在赫尔松反攻中历经严峻战斗，近期转战该区，预计将继续发动反攻。在哈尔科夫前线，一名俄罗斯万岁冲锋队的塞里斯雇佣兵被乌克兰第34沃夫科达维特种部队营俘获。该名31岁士兵自述有怀孕的妻子和2个孩子，因经济原因参战。他透露，俄国人把我们当作狗一样对待。在沃夫昌斯克，我一路看到尸体，死了很多人，俄军根本不救助自己人，受伤的人甚至被杀，以减轻负担。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